据说这是一部真正吓死过人的电影，也是我看过最重口的美式恐怖片。泰式的惊悚，日式的血腥，堪称高能版画皮。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女孩满脸惊恐地看向前方，发现母亲正在疯狂撕咬着什么。仔细一看，那怀中竟然是自己的妹妹。还没等女孩从惊恐中缓过神来，母亲便转头露出了极具恐怖的脸。女孩被吓得急忙朝出口跑去，不料这时大门却被父亲残忍封死。随即地窖之中就传来了女孩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并且门上还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图案。转眼时间来到35年后，这天玛丽意外撞死了一头雄鹿，她索性将雄鹿带回家，准备好好犒赏家人一番。哪曾想一刀下去，那五脏六腑直接掉了一地，并且还散发着刺鼻的恶臭，仿佛就像已经死了好几个月。玛丽瞬间被熏得失忆全无，于是便将雄鹿扔在车上转头离去。可谁知到了晚上，怪事就发生了。只见雄鹿的肚子里赫然出现了一只鬼手，紧接着一个怪物就从里面爬了出来。此时睡得正香的小本突然听到房顶上有脚步声，他拿着手电筒朝上面看去，结果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就当他满心疑惑时，一转头却看见邻居玛丽家的房子下面破了一个大洞，看那缺口很像是什么怪物撞击而成的。就在他准备一探究竟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诡异的叫声。小本刚转过身体查看，不料这时邻居家的大灯骤然亮起。Hey, go on。隔天早上，玛丽带着孩子出来遛弯，却发现地上的花草枯萎了许多，同时那显眼的破洞也呈现在了眼前。玛丽只当是父亲的浣熊出没，也没有多想。可这时怀里的小婴儿突然大哭不止，似乎很害怕这个地方。无奈之下，玛丽只好带着孩子赶紧回屋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正沉浸于温柔乡中，不料这时监控里的小婴儿却被惊醒了，同时旁边还出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怪物。紧接着那怪物就向婴儿伸出了利爪。玛丽听到动静后急忙起床查看，发现儿子貌似是被裹在床单下面，可掀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堆树枝。还没等玛丽从惊恐中缓过神来，突然一双鬼手又将她拉进了床底。就这样，怪物钻进玛丽的身体，占据了她的肉身，之后抱上婴儿，径直走进了树林之中。从那以后，小婴儿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而玛丽自这时起再也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她的身体时常会鬼一般涌动，同时还伴随着一股极其难闻的腐臭味。任凭如何冲洗，那味道始终挥之不去。玛丽的一系列怪异举动，终于在这天被大儿子小迪发现了。恐怖的一幕下的小迪再也不敢待在家里，他躲进邻居小本家中瑟瑟发抖，嘴里还不停说着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行踪告诉母亲。小本见状虽有疑惑，但还是跟着一起隐瞒。可谁知玛丽听后却不管不顾，执意要进入房间将孩子带走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孩子的父亲也赶了过来。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小迪犹如抓到救命稻草般，一股脑冲进了父亲的怀抱。回到家后，小迪本想将母亲的事和盘托出，可话到嘴边他还是没能说出口，因为此时的母亲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他。隔天一早，小本发现小迪没来上课，于是他便赶到小迪家询问情况。开门的是小迪的父亲，可他此时却仿佛变了个人。My son? I don't have a son. Dylan, you're a little boy. Okay, what are you messing with me? I got no kids, kid. Hey, look. You have a son. All right, I've seen him. Look, man, I don't have time to dink around. 此话一出，彻底给小本整不会了。他明明有2个孩子，为何却不肯承认？小本气得刚想离开，结果却不小心踢到了门口的垫子。只见木板上也刻着那诡异的倒三角图案。小本觉得这图案很不正常，于是回到家后就上网查阅起了相关资料。结果一查吓一跳，这图案竟然特指半人半妖的恶鬼。他们常年居住于森林之中，只有等漂亮女人从此经过，便一路尾随，寻找机会占据他们的皮囊，专门以他们的孩子为食。最后狡猾的怪物还不忘魅惑家里的丈夫，让其无法察觉出丝毫的异常。联想起玛丽最近的怪异举动，小本瞬间意识到她肯定也是被怪物附了身。如此一来，玛丽丈夫的行为也就说得通了。只是那2个孩子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有一天自己会被亲生母亲给吃掉。为了避免悲剧继续发生，小本开始全天监视玛丽一家。他发现玛丽总是经常的出入地窖，并且每次都会带出来一个袋子。为了搞清楚那袋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，小本趁着夜色来到垃圾桶
一顿翻找，结果发现里面装着的竟全是2个孩子的东西。玛丽时常去地窖，也终于勾起了丈夫的兴趣。可就在她准备撬开地板进去查看时，不料玛丽突然走了过来，只是对着她耳边轻轻说了几句，下一秒丈夫整个人就变得目光呆滞，接着耳膜破裂流出鲜血。眼看丈夫的灵魂已然遭到了控制，玛丽才大摇大摆地离开。可就当她回房间洗澡时，却发现皮肤严重脱落，牙齿也是稍微一碰就掉。看来玛丽这副皮囊用不了多久了，当下得尽快找到新的附身之体。而这个机会也被小本敏锐察觉到，于是他趁着玛丽不在的功夫，偷偷潜入了地窖之中。只见里面赫然摆放着一个恐怖的羊角，在下方还有着无数根树枝，看阵势似乎是某种可怕的献祭仪式。小本刚想打电话报警，可这时却意外看到了女友的全家福，上面女友及其母亲都被划破了脸，唯独妹妹却是完好无损。小本瞬间意识到怪物要对女友的妹妹下手了，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海边，果然看到怪物已经将猎物带进了森林。小本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追了上去，顺着惨叫声一路来到了一个树洞前。他本想着将女孩从里面拽出来，可奈何那怪物的力量实在惊人，反而导致小本一头撞在石头上晕死过去。当再次醒来时，树洞早已消失不见，小本只能满脸沮丧地回到家中，却不想警方已经等候多时。原来他被人举报私闯民宅，要被带走行政拘留15天。见此情形，小本急忙解释自己是在抓怪物。然而此话一出，非但警方不相信，就连老父亲也认为他是脑子坏掉了。眼看众人不相信自己，小本又将目光看向了年轻的继母。可谁知这时继母身旁的花朵竟迅速枯萎，原来怪物已经摒弃玛丽的身体，转而附身到了继母的身上。小本见状，二话不说，抄起手边的东西就扔了过去。父亲听到动静急忙赶来，可此时继母却戏精附身，蜷缩在地上哭哭啼啼，俨然就是一副受害者的委屈样。父亲见状彻底暴怒，让警方赶紧将儿子打包带走。可刚一上警车，小本就发现继母正对警察说着什么。见情况不对，小本赶紧叫住父亲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去玛丽家看看。但此刻他的话父亲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是当小孩子的胡言乱语。而随着警车越走越远，小本却惊恐地发现，这压根就不是去警局的路，而是径直驶向了海边。接着他就像抓小鸡似的被死死按在了海水之中，眼看小本就要被活活淹死。关键时刻，警察突然有了一丝意识，为了避免害死无辜的人，警察猛地朝自己开了一枪。与此同时，父亲也对小本刚刚的话充满了好奇，于是他进入玛丽家地窖查看，结果却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。玛丽夫妻俩早已双双毙命，女人被掏空肚子惨死在地上，而男人则被吊死在房梁。他强忍内心的恐惧，继续环顾四周，又赫然发现一堆树枝摆放在眼前。他刚想上前仔细查看一番，不料下一秒老父亲重伤倒地，刚好打翻了油灯，眼看大火迅速蔓延，男人来不及犹豫，赶紧忍痛逃离。然而被怪物附身的妻子就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即便是被铁棍击中，也无法伤其分毫。眼看那怪物即将破体而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本赶到了。他二话不说，对准怪物砰砰2枪。随着怪物应声倒地，小本急忙搀扶父亲，试图离开这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继母体内开始翻江倒海，很快，怪物的半截身体已经钻了出来。眼看局势不妙，父子俩赶紧撤退跑路。然而随着大火迅速燃起，烧毁祭坛，小本这才想起家里的弟弟有危险。果不其然，当他跑回房间时，弟弟已经不知所踪。见此情景，他也顾不上自身的安危，拿起汽油跟绳子就径直冲进了森林。一番仔细搜索后，他终于找到了怪物的洞穴。只见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而且还散发着极具难闻的腐臭味。尽管此刻小本的内心已经恐惧到了极点，可为了弟弟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闯了进去。只见弟弟已然昏迷，全身被树根牢牢捆住。就当小本准备带着他离开时，不料洞穴深处却传来了一阵啃食的声音。仔细一看，竟是怪物正在吃小孩。小本见状，赶紧拿起手枪准备将怪物射杀，可谁知仅一眨眼的功夫，怪物就已经拖着食物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见此情景，小本急忙将弟弟交给了外面的女友，而他自己则是返回洞内，继续寻找几天前消失的女友妹妹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很快他就发现了小女孩的身影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解救女孩一起离开时，那护食的怪物突然发起攻击，用那双极其潦草的魔爪在小本脸上肆意摩擦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本迅速捡起一根树枝，贯穿了怪物的脖子，随后
后带着小女孩艰难逃到了洞口。然而小本正准备爬出来时，不料却被怪物一把拽住了脚。虽然女友在后面拼尽全力拉扯，但实在架不住怪物的强大力量。眼看小本整个人快要被拽回洞穴之中，关键时刻老父亲驾车赶来，在灯光的强烈照射下，怪物一时也迷了神。影片的最后，三人搀扶着离开了现场。本以为事情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可谁知第二天，女友却鬼使神差地送了小本一朵花。回到车上，他仔细闻了又闻，却发现这竟然是一朵假花，而且花瓣已然枯萎了不少。联想起怪物具备让花朵枯萎的能力，小本瞬间流露出了些许担忧。与此同时，女友正带着3个小孩出海游玩，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。很显然，怪物并未被真正消灭，而一场新的危机也即将袭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